逼迫白俄罗斯参战，发动对乌克兰的全境轰炸，只为报复乌克兰轰炸刻赤海峡大桥。俄罗斯这2天确实有些丧心病狂了，直接对乌克兰全境进行轰炸，攻击目标集中在基辅、利沃夫、哈尔科夫、波尔塔瓦以及第聂伯罗等地的电力设施。仅基辅就有11处主要设施被击中，泽连斯基的办公楼都差点被击中。根据乌克兰的统计，俄军先后发射了上百枚导弹，其中还包括一些自杀式无人机和远程火箭弹，这已经能与开战当天打击强度接近了。这一轮空袭主力主要是空天军远程航空兵、黑海舰队以及战术导弹旅。战略轰炸机是从阿斯特拉罕的基地起飞，在里海北部的发射阵位完成 KH-101 与 KH-555 型导弹的发射。这些巡航导弹拥有数千公里的射程，可以利用地形隐蔽从不同方向突破乌军防空网。黑海舰队则是发射了口径巡航导弹，其中一些巡航导弹甚至能绕巴尔干半岛北部，途经摩尔多瓦上空，袭击乌克兰西部。除此之外，俄军部署在前线的伊斯坎德尔弹道导弹、S-300 防空导弹与龙卷风火箭炮也参与了对乌克兰纵深目标的攻击。除了打击乌军仅存的军工维修设施等，还打击了乌克兰的部分重要政治部门等，如乌克兰第聂伯罗、基辅等地的国家安全部。此外，俄军中部集群也发动了不同程度的进攻行动，尤其是在莱曼方向。中部军区边内部队卢甘斯克第2军部队在夺取了德布罗瓦后，继续向莱曼推进，顺道还拿下了先前被放弃的托尔斯克、特尔尼和新柳比夫卡等地，把战线推进到了距离莱曼10公里的位置。当然，这也有可能是乌军在收缩防御，将主要防线重新收回到莱曼一线，使得俄军有机会重新夺回一些地点。俄军于顿涅茨克以及扎波罗热等地开展了全面进攻，其中顿涅茨克的攻势显然是俄军的攻击重点。此前，俄军已突入北顿涅茨克市的郊区，目前俄乌两军正在就城市的控制权进行争夺。一旦此地落入俄军之手，那么俄军就能南下，彻底包围乌东集群，从而取得顿巴斯大战的最终胜利。前线轰炸加推进，在后方，普京也没闲着，据说正在逼迫白俄罗斯参战，尤其是白俄罗斯总统宣布与俄罗斯组建联合战役集群，并且还承认俄罗斯军人已经进入白俄罗斯境内，人数甚至已经超过1000人。实际上，俄罗斯前调白俄罗斯已经不算新鲜事了。当初美国就爆料有整列列车的俄罗斯军人和装备进入了白俄罗斯。几天前，卢卡申科才为70岁的普京送了一辆拖拉机，这次又公开表示要和俄罗斯部署联盟国家地区部队，不免引来外界猜测，俄乌战争恐要再生变数，白俄罗斯是要打算下场参战了。俄军在白俄罗斯方面的行动，再加上两国组建联合战役集群的动作，不免引人猜测。因为目前军在前线的战略态势正处于一种非常奇怪、既强又弱的临界点上。你说俄军实力强吧，在各个主要战线上兵力都不强，装备的整补也没有大量实施。另外还有多条补给线被乌克兰直接切断，前段时间更是大量丢失占据的领土。反观乌克兰，从开战到现在战力翻了好几番，甚至在多个战线已经拥有兵力和装备优势，目前依旧掌握着战局主动权，最起码也可以有效选择几个进攻方向打一打。你说它弱吧，俄军装备产能一旦开启，同样是非常可怕的，半年就生产出100辆 T90M 型主战坦克，往年需要365天才能搞出来30辆。再加上俄军正在国际市场上大量采购装备，这都说明俄军在接下来的行动是要整大活的。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俄军不把宝贵的打机动兵力送到战场，而是继续借助现有兵力坚守阵地，反而把一车皮一车皮的士兵和装备送到白俄罗斯，这不禁让人想到年初战争爆发前，俄军在白俄罗斯边境组建微集群的往事。当时微集群直接穿越切尔诺贝利沾染区，经过瓦西里夫卡，在布查和伊尔片鏖战的画面还历历在目。难道俄军想再来一波闪电战？如今俄乌局势已经开始失控了，乌克兰绝对不会停止反攻，俄罗斯也在进行首次军事动员，20万俄军奔赴前线。在这时候，白俄罗斯总统承认已经参战，同时波兰的机械化师也直奔边境，
是不是说俄乌战争正在扩大战场，已经开始向其他国家蔓延？是不是意味着北约将要逐渐下场了？其实，在白俄罗斯承认这次参加俄乌战争问题上，卢卡申科强调，我们参战了，但并没有出动军队，只是在加强边境地区防御，一是为了继续防范乌克兰，二则警惕波兰。翻开欧洲地图可以发现，白俄罗斯北边是立陶宛、拉脱维亚，西面是波兰，而南面就是乌克兰。除乌克兰外，都是北约成员国，而乌克兰也已经签署法案，申请加入北约。所以，白俄罗斯现在正处于东西方对抗的最前沿，甚至相当于俄罗斯与北约的缓冲区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成为战场了。所以，普京现在选择将白俄罗斯拖下水，这样至少有个战场同线的。毕竟，从卢卡申科当选总统以来，就长期与俄罗斯保持亲密友好的关系，两国的一体化谈判还在持续进行中。民族互相认同的归属感以及地缘政治领域唇齿相依的态势，促成了两国天然的友好互助关系。唯一一次出现分歧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，俄罗斯的做法引起了白俄罗斯民间的不满，这让白俄罗斯更加坚定地保持着本国民族和文化的完整独立态度，确保在和俄罗斯绝对友好的前提下，保持白俄罗斯的政治独立。但随着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逐渐加码，白俄罗斯也被殃及，这加速了白俄罗斯与俄罗斯达成一体化谈判的进度。这项搁置10来年的谈判在去年再度开启，或许双方已经达成了一部分共识，这已经在目前俄乌战争中有所展现了。从目前披露的视频来看，白俄罗斯的装甲部队正在驶向边境，而乌克兰也认为白俄罗斯正在和俄军一起转移重型装备。俄军有可能想要再度借道白俄罗斯，由北向南进攻基辅。毕竟在之前俄军在入侵乌克兰之前，就曾在白乌边境地区举行大规模联合演习。俄军在入侵乌克兰初期，也曾占领白乌边境的乌克兰一侧。白俄罗斯早就允许俄罗斯借道突袭了。俄罗斯的战略战术导弹也已经部署在两国边界的核心地区，甚至白俄罗斯决定在本国军队中引进俄制战略导弹。目前有消息称，白俄罗斯与俄罗斯部队的组建已经开始，白俄罗斯甚至已经打开武器库，将存储的重型装备运输到顿涅茨克地区。尤其是白俄罗斯在2016年服役的波罗乃兹300毫米8管火箭炮系统，射程可以达到200公里以上，这都表明白俄罗斯下场似乎只剩下一个契机而已。要知道，白俄罗斯与乌克兰西北部有长达1000公里的边境线，而白俄罗斯边境距离基辅只有90公里。如果白俄罗斯的军队参加战斗，目标将有可能是利沃夫和卢茨克等乌克兰西部和西北部城市，因为那里是西方军事物资的主要运输枢纽。而乌克兰最近也表示，将要远程打击白俄罗斯境内的军事目标，并在已经炸断了白乌边境的所有桥梁，包括公路桥与铁路桥。在边境道路上，乌军还布置了反装甲地雷。同时，乌克兰6支营级装甲战斗群也被部署到白乌边境，集结人数超过15000人。这些部队可能会装备美制远程火箭弹。乌克兰还携带了用于设立检查站和搭建射击阵地的工程设备，在边境设置其他路障，而且还对白俄罗斯进行侦察。而波兰在白俄罗斯边境的活动也在不断增加，甚至还专门设立了新的机械化师。这些局势变化都是在乌克兰炸毁克里米亚大桥，俄军发动报复性全境轰炸之后发生的。毫无疑问，整个局势正在急速恶化。不管白俄罗斯是不是被普京胁迫，北约对其态度不再是放任状态。而乌克兰在遭受俄军轰炸以后，也紧急向西方国家求助先进防空系统，希望西方国家可以在财政上提供援助，帮助乌克兰建立一个空中盾牌。泽连斯基表示，只有乌克兰拥有足够多的先进防空系统后，才能彻底防御俄军的导弹袭击。美国和德国都表示会为其提供，德国将在几天内向乌克兰提供第1套 IRIS-T 防空系统，另外3套也将陆续送达。法国也表示将提供更多支持，包括各种军事装备。美国也许诺增加军援。
面对整个西方阵营，显然白俄罗斯也并没有多少底气，所以才表示我参与了战争，但我的士兵并没有进入乌克兰，我们只是为了负责保护俄军的侧翼安全，确保不会有越境白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威胁到俄军的大后方。而俄军在白俄罗斯重组危急群，可能并不是为了开启第二场基辅战役，也许只是为了牵制消耗乌军而已。组建俄军与白俄的联合战役集群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。只要俄军与白俄有2-3万人在边境地区，那么乌军就会被迫在边境维持双倍兵力，甚至还要更多。毕竟防御比进攻需要的兵力要多。乌军炸毁桥梁，部署反装甲地雷，显然是为了防止重装备从白俄罗斯境内进入乌克兰。只要坦克与装甲车无法杀入乌克兰，那么乌军边境防御压力就会小多了。而对于俄罗斯来说，白俄罗斯如果可以下场参战，就可以从北方地区与俄军形成对乌克兰的前行攻势，乌军就不得不分兵应对。俄军当前的压力必将极大减轻，有望快速夺回此前丢失的阵地。除此之外，白俄罗斯被曝正在进行大规模预备役动员工作。对此，白俄罗斯国防部表示，此举是为了应对北约和乌克兰释放的威胁信号。白方有能力在短时间内部署50万名训练有素的士兵。毕竟，不管白俄参不参战，卢卡申科已经深度参与在俄乌冲突之中，根本无法脱身，无非是直接参与还是间接参与而已。当然，就目前情况来说，俄军显然需要白俄生力军，但如果发展到这种程度，白俄罗斯也需要考虑后果。西方国家已经放出话来，如果白俄罗斯下场介入俄乌冲突，身为北约成员国的波兰将立刻进攻白俄罗斯。波兰已经警告公民不要前往白俄罗斯，并开始对当地的撤侨做准备。同样的，俄军也打算卷土重来，继续进攻乌克兰，目前正在增加兵力，同时现役合同兵不准退役。不过俄军编制并不适合大规模战争，营级战斗群本质上就是一个加强营，一旦陷入消耗战，俄军是完全消耗不起的，这一点已经从战场上看出来了。无论如何，俄罗斯、白俄罗斯、乌克兰以及北约的军事行动都意味着白乌长达1000公里的边境线或许将出现状况，极有可能成为白俄参战契机。届时，俄乌战争也将出现实质性外溢，将会有更多的国家参与其中。在未来几个月，俄乌战场的烈度将会进一步提升，不排除北约国家直接参与，尤其是波兰等国家，白俄将会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。甚至是第2战场也不无可能。不过白俄罗斯也不傻，白俄罗斯虽然有1000万人，但常备武装部队仅有约7万左右，真要开战也不可能将这些人全部投入战场。与经济一样，白俄罗斯军备常年依靠俄罗斯供应，战斗力顶天了也只能跟俄罗斯现役部队相当。现在正派俄军拉上去都打成这个样子，指望几万白俄军队上阵能起到神兵天降的效果，那显然是天方夜谭。这些部队可能有助于俄军切断一些关键的交通通道，但想要左右战场还是不够的。或许只是想要借助俄罗斯的力量来应对波兰等国家的虎视眈眈。梳理卢卡申科以前的表态，你就会发现他正反两方面几乎什么话都说过了，简直就是一个太极拳高手。你们觉得呢？反正火力军是这样想的。好了，本期内容就到这里了，有什么想说的可以在评论区讨论一下。我是火力军，咱们下期再见。